大家见过这个水塔上面是什么样的不？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上去看一下。里面的光线比较暗，我得把手电筒给打开。这里面全部都是旋转楼梯。我们刚刚就是从那上面上来的，这已经爬了有3层楼高了。好像已经快到顶了。刚刚就一直沿着这根柱子，在这里转，一路转上来的。上面好大的回音啊！下面看到没？还有水。当时这里面应该就是储水的罐子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部的空间，视野是非常的开阔。我们再沿着这个旋转楼梯下去吧。已经下来了，现在头是晕的。这里以前是一个军工厂，军工厂的代号是709，如今工厂已经在20年前倒闭。像这样的房子，我在这个兵工厂里面看到了20多栋。我随机带大家进入一个房子看一下，门是打开的，看一下日历，1991年的日历，这得33年了。再看一下这边，这里有床，墙上的日历是2003年，至今也有21年了。这些房子的主人都搬走了20年嘛。然后这个日历是2000年的。大家看一下这地上还有很多磁带，这种磁带画完卡拉 OK， 这种磁带的年代就更久了。磁带之后呢，就是 VCD 之后就是 DVD， 这些得有30年了。然后这边是卧室，卧室这里放了一张床，这里还有一个军用的水壶，地上的衣服全部都被小偷给翻出来了。上面还有一把吉他，老吉他。这间房子里面还泡了很多药酒，有10来瓶吧，有一些里面依然还有药酒在里面。然后日历也是2006年的日历。这里也是一个卧室，卧室的床都塌了。对面红色的房子也是居民楼，衣服还挂在这里。这栋房子是接待室，应该就是这个老三线工厂之前的招待所吧。房子的走廊很长，非工作人员严禁上楼。底上还有一个算盘。大家看一下这些木门，这些门都特别的高。这里还有一些棉被。像这种房子的话，一间一间的就不是住人的了，都是招待所，招待来宾的。这里也是，还有一个蚊帐，上面的灯还在这里。公用电话，以前的公用电话亭。这里还孤单单的摆了一个凳子。大家看一下这些树叶。我们往这里面走。从这栋房子的外形还有造型可以看得出，这里应该是这个三线工厂的电影院，门上都贴了这个封条。我们从这边侧边进，这应该是打乒乓球的桌子。从这里上楼。挺大的一个电影院，当时的观众席、板凳也都全部在这里。这地上的这些是通风口。
19排、18排、17排、16、15、14排。大概估计了一下，这个电影院应该能坐1、2千人吧，也能满足它的一个集体大会的功能。大家看一下主席台上的木板已经全部腐朽了。我身后的这2栋房子也是这个三线工厂的职工宿舍大楼。从这个房子的造型以及它的用砖可以看得出，这边的房子应该都是这个三线工厂最开始修建的房子。它的这些房子不是统一修建的，应该是随着工厂的规模的扩大以及职工数量的增加，慢慢修建的。年代越长久，房子呢，说实话，质量保存的更好。我们进入这栋房子看一下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医院？因为我闻到了很大的药水味道。这里还有一个转盘，这种转盘是什么用的呢？肠道门诊。我确认了我的想法，是医院。哇，这里面还有好多中药房呢，但是这些装中药的盒子全部都已经腐朽了，就被虫给咬了。看一下日历，1996年的日历，这都快30年了。这里是1997年的日历。这边应该是当时计价的。看一下这个，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还能转呢？这应该是以前放药品的，然后需要什么药，然后就在这里面抓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保持以前的一个使用功能，真的是老古董了。我们看看这个房子，啊，还有很多药品没有用。这里还有整板的。果香超薄复方快诺酮片。眼前的这栋房子就是当时这个工厂的一个办公室。我们进入一个房间里面看一下，这里面这些办公用品，这些木质的全部都已经腐朽了，甚至办公室里面还长满了杂草。这里还有一个黑板。这里还有一整盒的老的这里还有一整盒的老的5号电池，这些是当时的粮票，200元场内流通。地上也全部都是粮票，这是不是到了财务室了？这里也是粮票，5元场内流通。走在这条路上，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这个三线工厂的一个公园，其实不然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一栋3层楼的房子，这个路面全部都是树上的枯枝烂叶掉下来，然后还有这些藤蔓植物也已经垂下来了。这边是入口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大门都已经损坏了，这是一个电梯口吧。然后这边过道，我们往楼上走吧，楼上的光线要好一点。这个房子当时是干啥用的呢？办公用房、生活用房，我们都已经看过了。装配室，3楼也是一个长长的走廊。看一下这边，哇，这些架子像书架一样，但是全部已经倒了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大家看一下，像不像保龄球？像不像红酒瓶？或者是光学方面，或者是仪表上面用到的东西？这里是计量科管理室，禁止吸烟。大家看一下这边，这里有一些工作职责牌子，然后那里还有一个奖状。这边应该之前也是奖状吧，但是已经掉下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人类消失之后，这些建筑就是这个样子了。
这里还有很多图纸啊，这些图纸还是这么清晰。打开一张看一下，以前的这种图纸呢，都是手工画的。这个文件夹里面还有更多的文件或者是图纸吧。这个沙县工厂现在的工人已经全部搬走了，里面一片荒凉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它曾经的辉煌以及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的贡献。这一期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完整、种类齐全的人体的一些组织，包括大体老师，我现在很压抑，心里面。探索废弃医学院实验楼，您将在视频中看到很多实体实物的医学教学标本。像这样的松树，在人生重点站还有医院里面更多的出现。第一次在学校里面看到这种松树。实验楼3个大字，赫然显丽。进去里面就已经黑了。知识改变命运，教育成就未来。本来今天天气就比较凉的，进来这间房子，一下子突然感觉更冷，那种阴冷的感觉。我们先从第1楼开始吧。把灯打开，墙壁全部刷的都是蓝色的。像这种格子里面，我估计当时全部放的都是用玻璃，里面装着福尔马林泡着的东西。这边也是，这种格子越矮，它瓶子就越小。然后这边全部都是。走外面吧，走这个走廊吧。哎，这边还有黑色的伞把。这间房子好大的回音，最里面的2层楼高。我们刚刚就是从那边过来的。这里面，这底下都是空的，它当时上面应该也全部都是放着那个瓶子，然后泡着福尔马林装着的东西，包括这四周也全部都是。为什么会用这种蓝色的墙漆呢？蓝色的话，它应该是一种柔性的一种颜色，然后呢，不管有任何的光源反射进来，它都会消除这个光源的一个紫外线，还有各种各样对标本有损害的一个射线。进来的第一间房间啊，就是这样充满蓝色的，但是我虽然说这个颜色是柔性的颜色，走进来给人的感觉还不是很好。我们先从这个应该是储存标本室的这个房间里面出来。现在是早上11点钟，外面是出了很大的太阳，但是屋子里面还是特别的一个黑暗。可能是因为蓝色柔性光源，它不反光的一个原因。人体结构实验室。人体标本管理制度必须由专人负责管理，存放于指定的地方。进。这些瓶子里面也不知道装的是些什么东西。这边的话，它的外墙都是这种黄色的了。包括它这个窗户全部都是开口比较高，黑板上面画的是一个人的血管或者是神经的一个模拟图
图像。然后这边有这种白色的这种玻璃架，架子以前应该是放大体老师的标本。好吓人啊！走在这里面，哎，我们来这间房子，你看一下，这边也有一个女性骨架，上面有轮子，还可以推。然后那边应该就是男性骨架了吧，但是已经没有写字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台子，当时我估计可能就是一个，要么是模型，要么就是大体老师的一个标本，然后就放在这上面，供老师教学还有学生学习用的。然后这中间还有2个孔，这个孔的话应该是排水的地方吧。这种长形的走廊，风很大，全部都是凉风。我此时此刻啊，我其实挺紧张的，真的挺紧张。